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唐朝时期，在长安城有个叫方东的书生，虽然已经娶了媳妇，但是依然不安守本分，经常色迷心窍，想入非非。每当在外面遇到漂亮的女子，方东不仅目不转睛地偷看，还会偷偷尾随。清明节的头一天，方东来到郊外游玩，偶然看到一个车队，4个婢女骑着白马簇拥在一辆马车四周，这辆马上布置得格外喜庆。方东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场景，因此目不转睛地看着车队经过。当车队经过时，一名婢女让方东看得出神。只见这位婢女骑在白马上，面目严肃，显得很是高冷，与在城中看到的娇羞女子有天壤之别。这名婢女转头看了一眼方东，方东随即咧嘴，笑呵呵地点头。那婢女随即哼了一声，便转头不再搭理他了。方东看到这位婢女如此高冷艳丽，彻底被她的气质征服，于是为了能够再看一眼，就跟车队后面前行。不一会，坐在马车当中的女子便让车队停下，那位婢女便探头与女子说了什么，随后便来到方东身前道：“你这狂妄书生，真是不知廉耻！我家小姐今日回娘家被你扫了兴，你如果再跟随前行，不要怪我们不客气。”方东一听，本想解释夸赞一番，结果那位婢女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抄起一把泥土在嘴前吹了一下，随后便扬在了方东脸上。方东当时被迷得只能不停地揉眼睛。正当方东还在原地捣鼓眼睛的时候，那车队越来越远了。方东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惊魂未定，于是便踉踉跄跄地回家了。到了家中，依然感觉眼睛很不舒服。方东让家人将眼睛掰开查看，家人惊得大声呼叫道：“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里面好似一层白色的浆糊，粘在了眼睛里，怎么也弄不出来。”方东闻言头皮发麻，这普普通通的泥土怎会让眼睛变成了这样？眼睛不时还流下了眼泪。这天晚上，方东睡觉时迷迷糊糊感觉有2个人在说话，一个人说道：“能看到吗？”另一个人答道：“能看到。”第二天清晨，方东睁开了双眼，本来昨晚还模糊不清的眼睛，此时感觉格外清澈。方东很是惊奇，本以为自己要失明了，怎么今天又没事了？真是奇怪了。方东站起身在院中走了走，发现眼睛和以前一样都能看清。不一会，家人过来问候道：“少爷，你能看见了？”方东惊讶地反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我能看到很奇怪吗？”那位家人显得不可思议，拉着方东来到镜子前说道：“少爷，你自己照照镜子。”方东一看镜子中的自己，当时便被吓了一跳。只见2只眼睛依然有一层白浆似的东西，然而方东仿佛能够透视一般，竟然看到了白浆外的实物。方东有些不知所措，摸了摸眼睛，仿佛那白浆和眼睛融为一体，并没有其他异样。最后索性不再理会，向大街走去。走在大街上的方东无所事事，看到人来人往的街道，脑中不禁想到了昨天的事情，心想真想再看看昨天那位漂亮的小妹妹啊，可惜可惜。不过今天要是能见到别的佳丽也不错。方东四处巡视，终于在不远处看到一位美妇正在买东西。方东看得心脏直跳，这时2只眼睛却传出了声音：“想看吗？想看吗？”方东一惊，停在原地，那声音便没有了。方东继续前行，离那美妇越来越近，眼睛又传来声音：“想看吗？想看吗？”方东心中直接果断道：“看就看，想什么想？”心中的念头刚闪过，只见美妇的衣服开始虚化，慢慢的全部的身躯一览眼底。方东不停地摇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最终当那位美妇离开后，方东内心狂喜，
我滴个乖乖，我这是有了透视眼啊，那还不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房东暗暗得意道，看来以后我算是有眼福喽，这回我得挑一挑，哈哈。随后便继续在大街上搜索能看到的美女。然而这次他遇到的女子会给他带来不小的麻烦。当房东来到一处酒楼时，看到几位朋友正在热情澎湃地讨论某事，房东便前来打个招呼。一位朋友说道，方兄，听闻昨日你在郊外碰上了钉子，是不是？连眼睛都花了。几个朋友纷纷哈哈大笑。房东笑道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而且我眼睛好得很，只是外面有些浑浊之物没有排净。那位朋友凑到房东旁边道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，李员外家的千金出来了，这可是难得一见啊。随后那位朋友便顺手一指，只见一个约有17、18的女子正在和丫鬟逛街。房东定眼一瞧，果真是之前没有见过的女子，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。那位朋友撺掇道，早闻方兄搭讪是一把好手，不知方兄能不能和那位姑娘搭讪几句？如果你赢了这顿饭，我们请，并且自罚3杯；如果你输了这顿饭，可就你请喽。怎么样？方东站起身道，这有何难？我不仅能和姑娘搭上话，并且我还能问出姑娘的隐私，你们信不信？几个朋友哈哈大笑道，行了，这牛吹大了可不好收场哦，你快去快回便是，这回可别再碰了钉子啊。房东在众人嬉笑中走出了酒楼，来到女子身前道，敢问姑娘是不是李员外的千金？在下房东有礼了。那女子转头瞪了一眼房东，滚，我不认识你。房东没想到开局便吃了瘪，转头望向酒楼，看到那些朋友正在捂着嘴看热闹，房东随即厚着脸皮道，姑娘莫要生气，我并不是什么坏人。那女子见房东没有走，顿时来了气道，你这人真是奇怪，我与你并不认识，你上来搭话真是不要脸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随后便招呼身边的丫鬟，叫她跑回府内。房东见女子如此强横，也不敢招惹，连忙点头哈腰，便退回酒楼。当他走到酒楼门口时，心有不甘，随后便转头看向女子。那女子此时正在背对着他买东西。房东心中默念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随后眼中的也传来声音道，看就看，看就看。于是房东看到了女子屁股上有一块鹅卵石大小的胎记，随后便心满意足地进了酒楼。几位朋友正在幸灾乐祸地看好戏，其中一位朋友直接上前搂着房东道，这回栽了吧，之前没告诉你，这姑娘性子泼，可刁了，我们都吃过亏。房东笑道，你们办不成的事，我不一定办不到。刚才我与她不仅交谈甚欢，而且我还知道了她一个秘密，不知你们几位有没有兴趣？那几位朋友连忙将脸凑了过来道，什么什么，快说说。房东故弄玄虚道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身体上某处有个胎记罢了。那几位朋友难以置信道，真的假的？你可别蒙我们。房东很自然地坐在椅子上，你们不信我就没必要说喽。那几人连忙献殷勤道，方兄别卖关子了，这顿饭我请还不行，快说快说，在哪有？房东随即饮了一口酒道，就在这里，然后将筷子点着自己的屁股。几个人意犹未尽，但是因为都没有看到过，也不能与他辨别，只得上前劝酒道，的，还是方兄你厉害，我们认栽。不过方兄你还真是有本事，那么隐秘的部位你都能打听到，看来这姑娘我们倒是高看了。就这样，房东这次在几位朋友面前赚足了面子。然而过了几日之后，李员外却将房东告到了县衙。房东一脸懵逼地来到县衙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。只见县老爷怒道，你这书生是不是轻薄了人家的千金，还不从实招来？房东被吓得哆哆嗦嗦道，大人，我没有啊，
我根本就不认识李员外家的千金，仅仅是几天前在街上说了几句话而已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。县老爷接着问道，那你是如何知道李员外千金的胎记的？要不是有了男女之事，怎会知道如此详细？方东心想，这事还不能明说，不然别人非得把眼睛挖出来不可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少许片刻，方东便答道，回禀大人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自己真的没有见过啊，望大人明鉴。随后县老爷也审问了李员外以及他的千金，得知方东确实没有跨越雷池半步的举动，便将他无罪释放了。事后才得知，外面谣言四起，都知道李家千金的胎记，搞得李家千金羞得要自杀，这才有了被堂上问审之事。方东经过此事之后，深知才不能外露，不然真的让别人抓住什么把柄，自己弄不好连眼睛都保不住了。他自我调侃道，看来这个眼福还是自己享受吧。又过了几日，方东心痒难耐，便又来到大街上一饱眼福。经过这几天的琢磨研究，发现这双眼睛也不是随时想看啥就能看到啥，如果操累过度，也会感到疲惫，甚至什么都不能看清。这次他计划好，只挑自己中意的看，其他闲等都不能用这个透视眼镜去看。走着走着，方东突然想起了出门前家人嘱咐，让他买块豆腐回来。他这次有了目标，就是城中卖豆腐的刘阿嫂。刘阿嫂是本地有了名的豆腐西施，虽然已经30有余，但是风韵犹存，成熟气息不仅展现在性格上，在身材上也是丰满多姿。方东来到刘阿嫂摊位前，因为刘阿嫂人美，豆腐好吃，这里每天都围着众多男性在此买豆腐。方东好不容易挤到了里面，要了块豆腐，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这让刘阿嫂很是不自在。刘阿嫂见多识广，也不与方东计较，弄好了豆腐便交给了方东，打算让他买完就走，省得碍眼。谁知方东拿了豆腐，仍然站在原地，心中默念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正当眼中传来看就看，看就看时，方东调整自己紧张的心情，打算一饱眼福，谁知后面一个壮汉一下就把他拎到了后面，大骂道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买完赶紧滚。方东好不容易要看到刘阿嫂，被这么一整，看到的全部都是男人后身，心中一顿暗骂，但是他没有就此罢手，依然在后面迟迟不肯离去，寻找机会。就这样人群慢慢退去，刘阿嫂宣布，今天的豆腐卖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围在前面的人一边摇头一边指着刘阿嫂道，真扫兴。方东见来了机会，左一下右一下想看看刘阿嫂，可是刘阿嫂不是被别人挡住，就是自己收拾东西被工具遮挡。方东心急火燎，最后直接推开别人来到摊位前。刘阿嫂此时准备收拾工具回家，盛放豆腐的木具堆得老高，又挡住了方东的视线。方东急得直跺脚，正好看到摊位下方有块蓝布，心想我要是钻进去，刘阿嫂还不被我看个精光，妙哉妙哉。于是方东把豆腐放到摊位上，俯下身来准备爬进蓝布中，谁知这时县衙老爷正好路过此地，看到摊位上还有豆腐，赶紧上前想要买走，正巧方东钻进了他的胯下。方东开着透视，被头上县衙老爷胯下一压，心想什么鬼东西，怎么还往下降了？于是朝上面看去，只听方东一声惊叫，妈呀，谁家的小鸟？随后马上就钻了出来。众人被这一声大叫纷纷止步，县衙老爷端着豆腐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随后众人有的捂嘴笑，有的指指点点，弄得县衙老爷很不好意思，转头怒视惊慌失措的方东道，你在此作甚？真是胡闹。此时正好县衙的官差前来巡逻，县衙老爷便命官差将方东押到了县衙，以偷盗罪打了20大板，这才解了心头之恨。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家人见房东年纪也不小了，便打算跟他找个媳妇。谁知有姑娘家的人家听到是房东后都拒绝了，因为他的事迹可谓是人尽皆知。慢慢的，房东感觉自己这双眼睛也不能为他带来什么，虽然有时能够一饱眼福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但是这种事又不能与他人分享，只能自己一个人看到后独自瞎想。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感觉让他备受煎熬。时间长久了，房东一天比一天憔悴，他反问自己的内心，到底这是福还是祸？以前天天想看，现在看到了又能怎样呢？家人见房东日渐憔悴，一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很是着急，请了郎中来看，皆说他身体并无异样。这时有人便提醒道，若不是身体有毛病，那便是心病了。听说宝塔寺的高僧潜心修行有一定道行，不如带公子去那里看看。家人们觉得有些道理，于是带着房东来到了宝塔寺拜见高僧。那高僧一眼看到房东双眼后，便眉头紧皱道，我看这位施主面色憔悴，恐怕遇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事，不知几位能否让我和这位施主单独谈谈？家人们也识趣，便单独让房东与高僧交谈。高僧单手行礼道，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见你双眼非暗非白，恐怕你应该是遇到了不寻常的事吧。房东没想到高僧一眼便瞧出了眼睛的端倪，于是便将在郊外所遇到的事一一说出。高僧听后随即说道，阿弥陀佛，看来施主是遇到了精怪，以此作为惩罚。房东疑惑道，还请大师教诲。高僧继续道，施主控制不住内心的色欲，你的眼睛出卖了自己的内心，别人都看在眼里，只是没有言明罢了。当日之事再结合时间，应该是精怪想给施主一个教训。既然公子心有所想，便让我公子放肆去看，但是欲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房东恍然大悟道，确实如此，当我拥有透视眼之后，虽然满足了内心的好奇，可是久而久之反而觉得这种扑朔迷离完全没有意思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啊。高僧点点头道，希望施主记住，非礼勿视，我们要尊重他人，爱美人心人皆有之，然而过度了却变了味道，还望施主铭记。房东向高僧跪拜道，多谢大师指点，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。随后高僧从袖中拿出一本书说道，这本书是我佛家的光明经，能稳定心神，公子正好参悟此书，以便化解眼睛之忧。房东收下这本经书后，便回到家日夜参悟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烦躁，脑中的杂念不时闪出，但是他坚持了下来，天天打坐参悟。经过1年的时候，心中的杂念慢慢消失了。这一日，房东依然在参悟此书，只听眼睛又传来了声音道，想看吗？想看吗？房东默念道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看与不看又何妨？不看也罢。那声音又道，闷死了，闷死了，他不看我们要看，咱们去外面看看吧。话音刚落，房东感觉双眼有些发痒，慢慢的传导到了鼻孔，只见2个犹如豌豆大小的小人走了出来，手拉手蹦了一下便离开了。房东先是感觉两眼发酸，紧接着双眼好似敷上了冰霜，慢慢融化。房东连忙用手巾擦了擦，感觉眼睛依然能够看到。当他照镜子的时候，发现之前那层白浆不见了。自此以后，房东出门在外彬彬有礼，乡亲们发现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都夸赞他的品德好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